哎，你是不是也很好奇一件事？就是那个美国职棒的强投山本由伸，他身高178，体重80公斤。老实说，身形看起来真的不算特别壮硕，但他却可以丢出快要160公里的火球，哎！而且在这个每个运动员都在拼命练肌肉、追求力量的时代，他竟然公开说：“我不做重量训练。”这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啊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拆解一下我们手上的这些资料，从他的专访、生物力学报告，一路看到他的营养策略，来全面解构山本由伸他那一套非常独特的体能哲学。我觉得这不只是聊训练啦，这更像是一种对我们身体运作的一种全新的理解。的确是，山本由伸的成功，我觉得不只是一个球员的胜利，他更像是在挑战整个顶尖运动员的训练思维啊。我们好像正在目睹一场典范转移，传统那种肌肉越大力量越强的逻辑，正在被一种更精密的哲学取代，也就是你资料里一直提到的叫做身体使用效率还有功能性整合。它的力量真的不是来自蛮力，而是来自一个高度系统化的训练跟恢复系统。然后这个系统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用最自然、最少损耗的方式去释放出人体最大的那种潜在能量。OK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。最让我震惊的就是他那句"我不做重量训练"，这在今天的职业运动界听起来，几乎是异端邪说了耶。没错。资料里面有提到，他高中时其实也试过重训啊，但很快就发现这方法不适合自己，甚至还搞到手肘酸痛。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决定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？这个就要从传统重训对投手这种可以说是特殊物种的限制开始说起。投球是一个极度高速，然后重复性非常高的动作。传统的重训，比方说卧推啊、深蹲啊，它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肌肉的横切面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肌肥大。但对投手来说，单纯变大的肌肉有时候反而会是一个陷阱，肌肉可能会变得很僵硬，然后就会限制住关节的活动范围，就是所谓的 range of motion。等一下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练得太壮，反而可能让肩膀或背部的活动范围变小，然后导致投球动作卡卡的？完全正确。你想想看，投球的动作就像甩一条鞭子，它需要全身的柔软跟协调性。如果你的背或肩膀肌肉太紧绷，那条鞭子就变成一根僵硬的木棍了。力量不但传不出去，那个压力还会反过来全部集中在你的肩膀跟手肘上，这就是受伤的开始。哦，所以山本的选择，他不是反对变强壮这件事，他是反对用传统增加肌肉量的方式变强壮。哇，这里真的很有趣。资料里有一句他的核心理念，他说他重视身体的实用方式，而非单纯的肌力。这听起来，非常有哲理，甚至有点武术的感觉。你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，这真的会让人马上联想到李小龙。李小龙的肌肉线条很分明，但绝对不是那种健美先生的巨大肌肉块。他强调的是力量的效率、速度还有精准度。山本追求的就是这种用最小的力气产生最大效果的境界。他不是要去练什么所谓投手需要的肌肉，他是要去唤醒、去提升人类本来就有的功能。人类本来的功能，这个要怎么理解啊？这就连到资料中提到的一个对他影响很深的日本理论，叫做4 stance 理论。这个理论很有意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人的身体重心跟发力习惯分成4种天生的类型。譬如说，你的重心是偏脚尖还是脚跟？你发力的时候习惯用身体的内侧还外侧？这就组合成了4种不同的身体使用说明书。啊，我懂了。所以这个理论的重点不是说一种训练方法适用所有人，而是要你先找出你自己是哪一种类型，然后顺着你的天性去强化它。正是如此，所以训练的重点就不再是盲目的去锻炼增强，日文叫 toairu，而是要先学会调整校正，
日文是 totonoeru， 去把你身体最自然、最高效的那个运作模式找回来。山本的整个训练系统就是这个理念的最佳实践。所以他不是随便说说，他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去实现这个理念。那资料里一直提到的那个听起来像暗号的 BC 训练法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？没错，BC 训练法就是他成功的基石，是他那个整复师野塔先生为他量身打造的。这套系统听说非常庞大，可以衍生出超过300种训练方式。然后 BC 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5个英文单字开头的核心概念，也就是5B。好的，5个 B。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，breath， 呼吸。呼吸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就吸气吐气？哦，这个呼吸在 BC 训练法里面是所有动作的基础。它练的不是肺活量，是怎么用横膈膜去创造一个稳定的腹内压。你可以想象，在投球这种身体高速旋转的动作里面，你的躯干要像一个很稳的陀螺轴形。这个稳定性就是来自横膈膜往下推，让核心肌群从里面被撑起来。没有这个基础，所有力量都是散的。OK， 所以呼吸是为了锁紧核心。那第二个 B，bar， 一根棒子，这又是做什么用的？ Bar 是一个校准工具，他在训练的时候会手上拿着或背着一根长棒，这根棒子就像一个外部的感应器，帮助他随时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中轴线是不是正的。这能确保他从地面传上来的力量是一条直线，不会在中途因为身体歪掉而漏掉。了解，所以 breath 是内在的稳定器 ，bar 是外在的校准仪。那接下来的 bow 碗是指什么？ Bow 碗这个比喻很形象，它代表的是骨盆。骨盆是人体力量传导的枢纽，也是投球力量的引擎室。这部分的训练重点在于怎么精准地控制骨盆的倾斜跟旋转。因为力量从蹬地开始，第一个放大的地方就是髋部的旋转。如果骨盆控制不好，这个引擎就点不着火，力量根本传不到上半身。引擎有了，那轮胎呢？我想应该就是第4个 B，board 板子吧。很棒的比喻。Board 板指的就是我们的足部跟脚踝，这里是身体跟地面的唯一连接点，是你所有力量的来源。训练目标就是强化这个连接的稳定性和弹性，确保能有效地吸收地面反作用力，然后再传导出去。就像盖房子地基要稳，不然力量都散光了。好，最后一个 B，bridge 桥。是的 ，bridge 象征的是我们的脊椎，但它特别强调的是胸椎的活动度。胸椎上背部哪一段？对，就是我们上背部这一段脊椎。一个灵活能充分伸转和旋转的胸椎，能让肩关节在一个最理想、最省力的位置去完成投球。这不只可以释放更大的力量，更是保护投手最宝贵的肩膀，避免肩胛脊那种伤病的关键。所以总结来说 ，BC 训练法的目的就是透过这5个环节，由内而外唤醒深层的稳定肌群，最后达到对身体重心的精准控制。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完整，但实际执行的画面更让人好奇。我必须承认，当我读到他有一项训练是丢标枪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念头是：哈，他转行了吗？这跟棒球到底有什么关系呀？关系可大了。首先要澄清一下，他用的不是真的田径那种标枪了，是一种叫做 Fletcher 的训练器材，外形像一支有稳定尾翼的长剑。这项训练的生物理学意义在于强势整合它全身的动力链。动力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像鞭子一样，力量从脚传到手的那个过程。完全正确。Fletcher 这个器材的长度和重量会让你不得不，就是不由自主的必须用全身的力量去丢。你没办法只用手臂去丢它，那样会非常别扭。它会强迫你的身体去学习一个正确的发力顺序，从蹬腿、转髋、转体、送肩，然后才是手臂像鞭子末端一样甩出去。等一下，让我试着理解看看。所以传统的投手可能比较像一颗被推出去的铅球，靠的是身体重心往前冲的那种直线力量。但山本透过这种训练，让他自己更像一颗在原地高速旋转的陀螺，力量主要是来自于旋转的效率。这个比喻太棒了，
完全抓到终点。资料里的生物力学报告就是在说这件事，它高度依赖高效的角动量，也就是旋转产生的能量，而非传统的线性动量，就是直线移动产生的能量。哇，它的重心相对稳定，但身体各部位的旋转速度跟协调性是极佳的。Fletcher 训练就是培养这种极致协调性的关键。除了丢标枪，还有瑜伽，特别是后弯瑜伽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后弯瑜伽的目的就完美对应到我们刚刚在 bridge 那个环节提到的打开胸椎的活动范围。对于长时间维持投球准备姿势的投手来说，胸椎很容易变得很僵硬。如果胸椎卡住了，身体在旋转的时候，压力就会过度集中在下背，也就是腰椎还有肩关节上。所以后弯瑜伽不只是一种伸展放松，它是一种非常主动的伤害预防策略。最后一个是倒立，这个看起来更像是体操选手的训练耶，对投手有什么帮助？这个对投手来说是一项无可取代的全面性训练。从生物力学的角度看，倒立是一种闭锁式动力链运动，意思就是你的手是固定在地上的。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，为了撑住身体，你肩胛骨周围那些平常很难练到却又极其重要的小肌肉群，像是前锯肌啊、旋转肌袖等等，会被迫强力的工作。这些小肌肉群，我猜就是投球的刹车系统吧？说得太贴切了，就像一台超级跑车，如果只有超强的引擎却没有顶级的刹车，那下场就是失控撞尾。当你奋力把球投出去之后，你的手臂是用极高的速度在往前冲。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刹车系统把它拉住，你的肩膀关节跟韧带就会承受巨大的拉扯力。倒立就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下，去超前部署，强化这个至关重要的刹车系统。了解了，这一整套训练听起来对身体的要求真的非常精密。这也带出另一个问题，训练是为了提升上限，那巩固下限的恢复呢？他对这看不见的训练是怎么做的？它的恢复系统跟它的训练系统一样，充满了科学和纪律。首先是睡眠，它严格遵守睡眠卫生的原则。比方说，资料提到的睡前1.5小时远离手机、电视这些蓝光，这不是什么玄学哦。蓝光会抑制大脑分泌帮助睡眠的褪黑激素。他这么做是为了最大化深度睡眠的时间，因为那正是身体分泌生长激素、性组织修复的黄金时段。营养方面也很有意思，他是那个 Yonker 皇帝营养品的品牌大使，但在他的系统里，这类产品好像更像是一种应急性疲劳缓解的工具，在高强度赛季中用来快速应付突发的疲劳状况。是的，那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辅助。他的日常营养哲学是全食物优先。他提过自己食量很大，从均衡的日常饮食就能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跟各种营养素，所以他并不太依赖我们一般运动员常喝的乳清蛋白。但他唯一指明认为绝对必要的补充品，这个答案真的让我非常意外。不是肌酐，不是 BCCA， 而是最基本的维他命 C。为什么？这背后有什么道理吗？这里就是整个系统最巧妙的连接点，也是最精彩的啊哈的时刻。维他命 C 从生理学上来看，是我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所必须的关键辅酶，没有它，胶原蛋白的合成就会出问题。胶原蛋白？我一直以为那个跟养颜美容、皮肤保养比较有关系耶。这跟时速160公里的火球有什么关联呢？关联太大了。对运动员来说，胶原蛋白是身体的钢筋银架。我们身体里负责连接骨骼和肌肉的肌腱，负责稳定关节的韧带，还有关节之间的软骨。这些充满弹性又需要承受巨大张力的结缔组织，主要成分就是胶原蛋白。对于投手这种高强度、高耗损的运动来说，每一次投球，这些组织都会不断产生微小的撕裂跟损伤。哇，我完全明白了。所以他那一整套强调关节活动度、身体弹性的训练，会不断地对肌腱和韧带施加压力。而充足的维他命 C 就是确保身体有源源不绝的原料去制造胶原蛋白，来快速修复这些受损的钢筋银架。正是如此，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他用 BC 训练法、标枪、瑜伽去挑战身体的极限，
同时又用维他命 C 这个最基础的营养素来确保身体的硬体结构能跟得上，能快速修复。这就说明它的强大真的不是靠天赋或单一秘诀，而是建立在对身体运作非常深刻而且细腻的理解之上。所以总结下来，山本由生的强大并非来自单一的秘诀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哲学。从阳气传统重训转向追求身体运作的极致效率，再到用科学化的恢复跟营养策略当作后盾，每一个环节都紧密上扣，缺一不可。没错，他的成功也启示我们，顶尖的运动训练，那个焦点正在从单纯追求力量输出最大化，转向更重视动作品质，还有本体感觉，也就是身体对自己姿态跟动作的感知能力。这是一场从练得更猛到练得更聪明的革命。说到这里呀，也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：山本由生的整个系统是建立在对自己人类本来功能的重新审视之上。这不仅让我们想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不管是运动、工作的坐姿，甚至是走路的方式，有哪些被我们忽略，早已不再高效的本来功能。如果我们不只是想着要更努力，而是试着去改善自己每一个动作的品质跟效率，又会为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改变呢？